从南京城的北门桥往西走2里路，就到了小苍山。小苍山从清凉山列成2岭延伸下来，一直到北门桥为止。山势蜿蜒狭长，中间有一条小河和水田，当地人叫它干河岩。在河水还没干涸的时候，清凉山曾是南唐王朝的避暑胜地，可见当时风景之美。金陵最美的地方，南边是雨花台，西南是莫愁湖，北边有中山，东边是野城，东北有孝陵和鸡鸣寺。登上小苍山，所有的美景尽收眼底，所有江河湖海的辽阔，云烟变幻的壮丽，本不属于此山，却也成为此山的景致了。康熙年间，织造曹随在山的北端修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园林，围墙环绕，门窗雕饰精致，种植了上千棵芦苇和桂花，成为当时金陵最著名的游览胜地，人们称它为随园。大约30年后，我担任江宁的地方官，发现随园已经破败不堪，园中的房舍沦为酒馆，游人喧哗吵闹，连鸟雀都不愿在此栖息，百花凋零，连春风也吹不开花朵了。我看了很是伤心，问园子的价钱，得知要300两银子，就用1个月的薪俸买了下来。我修整园子的矮墙，改变了园中小路的布局，依山势高低建造江边楼阁和西边亭榭，在山涧间架设桥梁，湍急水流处停泊小舟，顺应地势起伏布置假山，在树木葱郁空旷处设置凉亭。随着园林的肥瘦疏密，就事取景，没有强求，所以我仍然称它为随园。名字相同，但意义已然不同了。园林落成时，我感叹道，如果在此任官，1月来游玩一次；如果在此居住，天天都来游玩，二者不可兼得，看来是要舍官而居于此园了。于是我以身体欠佳为由，带着2个弟弟相庭霉菌辞官归隐，搬到随园中读书写字度日。这事传到苏子耳中，他说，君子不一定要做官，也不一定不做官。那么我做官与否，在此园中居住的时间长短，也就随缘了。能够相互替代的2样东西，其中1样一定比另1样更有价值。我最终用1官半职换得此园，由此可见此园的非凡之处。大家好，我是涅槃说事。对于这位为了一座园林弃官不做的人物，袁枚大家应该并不陌生。作为清朝大诗人、散文家、文学批评家和美食家，我们在很多时候都提到过他和他的作品。袁枚，康熙55年出生于杭州府的和仁县。那时他的父亲袁彬还在湖南给人当幕僚，作为家中少有的男丁，一家子别提多兴奋了，给小袁枚起了个名叫瑞官，寓意前程似锦。虽然袁枚家祖上非常显赫，但是到了他父亲这一辈，家里已经开始没落了。袁父只是一个小幕僚，收入不稳定。还好袁枚的母亲颇能持家，一家人紧紧张张过日子，时不时找亲戚朋友再借点，也算是把袁枚这几个孩子给拉扯大了。后来袁枚晚年写文章回忆起小时候，还记得他和妹妹老缠着妈妈要饭吃，那场景历历在目。就这样，贫穷的童年就深深印在了袁枚脑子里。过后日子好了，他写诗还是忍不住来一句阿母欲拆居，士之得半饱，可见这茶饭难觅的日子对他影响还是很大的。作为知识分子家庭，袁枚在8、9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姑妈读书识字了。袁枚这孩子打小就聪明，
在9岁那年，偶然翻到一本古诗选，立马就迷上了。看了几遍，竟然就迷上了写诗。一回他随大人游西湖，当场吟了一首五言律诗，后来都老年了，还记得那2句诗：眼前2、3级，足下万千家。他感叹啊，童言无忌有时候就是最真的。我们再说袁家，虽说如今家道不济，但好歹也是书香门第。雍正5年1727年，学霸袁枚竟然12岁就考中了秀才，坐轿子游街，引得小姑娘们眼红。他写诗记这事儿，青筋炸着心虽喜，红粉睁看脸上羞。小小年纪就这么会说。15岁时，袁枚再次发力，一举考取了廪生，就这样成了每月领6斗米津贴的人物了。有回浙江督学帅念祖来视察，逮着机会考大伙儿，就属袁枚答得最溜。这个帅大人还出了个对子，想难倒袁枚，让他对驸马。小袁枚脱口而出母牛，还把出处一道来，逗得帅大人哈哈大笑，当场把袁枚评为尖子生。袁枚20岁那年，跑去广西投奔叔父，他指望叔父能帮他谋个好差事，结果一见面，叔父就来了句你不该来。原来叔父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，不过也算是因祸得福，让他结识了广西巡抚金鸿。金鸿见这小伙子一表人才，让他当场写一篇铜鼓赋，袁枚下笔如神，文思泉涌，一气呵成。一篇文章写完，果然是出尘脱俗，惊艳四座。金老爷子乐了，当即表态，如今朝廷马上就要举办博学词科考试，这小子天赋异禀，朝廷选拔人才非他莫属。当然，这次选拔人才因为袁枚年龄太小，最终没能录取，但是他的名声却一下在京城传开了。但话说回来，名声毕竟也不能当饭吃。落榜后的袁枚穷困潦倒，靠朋友介绍去当家庭教师，才勉强果腹。闲暇时间，他专心研究科举的四书文。别说，愣是让他给研究明白了。22岁袁枚高中举人，到了第2年，更是又以第5名的优异成绩考中了2甲进士，成为翰林院庶吉士，真是一举成名天下知，春风得意马蹄疾。就这样，袁枚成了翰林院的庶吉士，前程似锦，还能跟皇上天天见面，日子过得美滋滋的。但这个差事也不是那么好当。清朝要求庶吉士必须学满语，重要的奏章都得汉满双语。袁枚这个倔脾气硬是不肯学，结果考试没过关，被发配到江南去当知县，这一干就是7年，在江南摸爬滚打，算是混出了点名堂。不过在30而立的时候，他居然开始琢磨着告老还乡。为什么呢？原来一来他自觉才华埋没，同年的状元哥们儿都当到侍郎了，他还是个7品芝麻官。二来他在江宁相中了一处宅子，可按规矩地方官不能置办房产，他就动了个心思，借口奉养生病的老娘，请了长假回家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把那宅子给买了下来。能被袁枚挑剔的眼神看上的宅子自然不简单。据说这个园林是1706年由江宁织造曹寅所建，后来曹雪芹的父亲曹吕担任江宁织造使，曹家被抄家后，园子归了继任的江宁织造隋和德，人称隋园。袁枚砸了大笔银子，请能工巧匠修房装潢，移山理水，一砖一瓦都是精心设计，巧夺天工。30万藏书人工胡配游船，还弄了个100亩庄园，
简直是把历代名媛的精华都给集于一身了。他给园子改了个名叫随园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随心所欲，想咋造咋造，爱咋写咋写，自由自在，逍遥快活，活脱脱一个世外桃源。就这么着吧，大手一挥，钞票就飞了。到后来，袁枚发现修园子不是个事儿啊，再这么折腾就得卖田产了。没办法，袁大才子又得披挂上阵，重新找差事去了。谁成想刚上任没几天，老爹的噩耗就传来了。袁枚急忙又赶回来，守了3年孝，这岁数也不小了。他寻思是时候该歇歇了。这是多亏有贵人相助，他的老领导尹继善帮他跟朝廷美言几句，袁枚总算以身体欠安为由，彻底跟官场说再见了。回到他的随园，过起了神仙日子，再没有俗务缠身，可以尽情吟诗作对，逍遥自在。人嘛，最幸福的不就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完一生吗？刚告老还乡，袁枚就整天忙活个不停，一会儿要出去游山玩水，会老朋友，吟诗作对；一会儿回到随园，又开始囤书置物，修房添景的，还得供养家里一大帮子人，花钱如流水。等某天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，高兴是高兴了，数一下腰包，我靠，钱又没了。于是乎，袁大才子动起了脑筋，咱是文化人，那就得靠才华吃饭。袁枚的才华，那确实是学富五车，诗文天下知名，是当时公认的乾隆3大家之一。找他写篇墓志铭人物传记啥的，还不得掏大钱？袁枚自己都说了，子孙欲展孝思，大婚金币来求无闻。这一篇小作文，少则几十两，多则上千金的。除了卖文章，袁枚还给人提拔作序，这也是笔肥差。扬州有个叫姓安的土豪，花了2000两请袁枚给他提拔，就几个字的事儿：乾隆某某年袁枚题于随园，这字值千金啊！而且更不要说袁枚写的书了，那可是洛阳纸贵。小仓山房诗集、续诗品、随园诗画、随园食单等等几十种著作，上到达官显贵，下到街头巷尾，谁不知道大名鼎鼎的袁枚？后来连高丽国的使臣都慕名而来，专门来买袁枚的书。要说当年袁枚刚买下这园子的时候，他自己就在《随园记》里面写了：元清且颓迟其事为酒肆，鱼台灌挠，禽鸟厌之不肯御服，百卉无谢，春风不能花。到处种着菜啊，养着鸡呀，活脱脱一个农家乐。袁枚是很有商业头脑的，手里有了些钱，那就继续规制，搞个文化休闲度假区嘛。那时地也不咋值钱，于是他又把东西两边的山啊、地啊、池塘啊都买下来了，一部分用于改造加大园林，一部分分租给农户种粮食、蔬菜、果树、养鸡鸭的搞租赁生意，同时也给随园带来了自给自足的丰富物产。袁枚自己就在《随园所记》中说，这是收租取食，极成其变。那袁枚是怎么把随园从农家乐变成文化 CBD 呢？秘诀有2个：文化铺路，美食搭台。文化不用多说，袁枚的个人 IP 觉得没问题，响当当的大才子，诗书满腹，才华横溢。随园呢，绝对是当时文化名士的网红打卡地，谁不想来这沾沾光呢？你想，南京江南贡院所在地，每逢乡试的年份，那考生少说也得有1-2万人吧。
再加上送考的、做生意的又有好几万。这些人来到南京，那是必须要去随园转转的。这一来二去的，随园的门槛每年都得换1、2个。就是因为来的人太多，踩得太频繁，门槛都给踏穿了。后来袁枚干脆把自家围墙给拆了，意思是大家都来玩呗，反正哥们儿天生就好客，甚至挂出放鹤去巡山马客，任人来看40花的门帘。有了这些，为了把随园打造成江宁府最高级别的文人驿站，这里还承办他这个圈子里面的婚礼场地，每年举办高级别的游园赏花会。而且据《续同人集·放灯》内记载，随园1年之中至少举办6次灯会和焰火表演，甚至请来专门的乐队、歌女、歌郎表演助兴，加之精妙绝伦的彩色玻璃相映衬，随园是使用大面积的西洋彩色玻璃镶嵌门窗作为主要采光材料。随园观灯看焰火成为江宁一景，大小官吏和城中百姓都争相来看。而且袁枚从没有想过收门票这么一说，所以承办活动也就越来越多。当然，袁枚深知民以食为天，光搞文化不行，还得搭配美食啊。他自己就说嘛，凡事不可苟且而于饮食尤甚。我们以前往往忽略了袁枚的一个头衔，大清朝著名食神。当年袁枚好味精味的名声传开时，无数显贵那可都是严请袁枚到家去品评自家名菜，以增荣耀。他一本《随园食单》更是记载了清代中国南北饮食的集大成之作，不仅蕴含了300多种南北菜点的烹调方法，而且涉及丰富的烹饪理论和社会饮食行为习俗等内容，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兼备。袁枚绝对是把饮食这块整理透彻了的。我们先看他说的，对待食客，我们要强调营造便捷舒适的就餐感觉。比如他提倡必须预备一种急就章之菜，如炒鸡片、炒肉丝、炒虾米、豆腐及糟鱼、茶腿之类，反能因素而见巧者，以备不速之客的到来。对于不同的食客，选材也需因人制宜。小菜的作用是醒脾解灼如酸菜，席间最饱之于食之，醒脾解酒。而且他说，不要刻意讨好客人，应该用自己擅长的菜肴去招待客人，这样才能让客人吃出食物的味道。上菜时也要考虑食客的实际需要，利用五味来增强食欲。即度客食饱则疲困矣，须用辛辣以震动之；虑客酒多则胃疲矣，须用酸甘以提醒之。辛辣镇胃，酸甘醒胃，跟随食客脾胃的变化而安排上菜的次序，实际上体现了以食客为中心的视角和道法自然的养生理念。食用裙带面时，需食用完毕再添加，目的是引人入胜。招待客人时如喝很多酒，可以先在正席上让客人品尝菜肴的美味，然后吃完了再来喝酒，可以做到两者兼顾。你看，说的是不是非常有道理？但食神能品鉴，不一定会做啊。不用担心，食神家中还有个厨神，那就是王小鱼。可以说，袁枚很多关于饮食的理论都是受到这位厨神的影响。王小鱼做菜那是相当有一套，剁切煸炒煮炖焖烤，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火候掌控的那是风轻云淡，不徐不急，恰到好处。而且此人善于融会贯通，博采众长，将各地的特色美食糅合在一起，创造出独具一格的新味道。袁枚曾经问他，以他的手艺，为什么不去供职于大户人家，而要终老于随园？
王小鱼试着回答也相当有水平，知己难，知味犹难。一方面，他呕心沥血地做的每一顿饭，只有袁枚可以理解，所以只有袁枚使用，才不会辜负他的一番心血。另一方面，真正的知己者不仅应知道对方的优点，还要知道对方的缺点，并帮助对方改正提高。而袁枚正是这样的知己者，所以他心甘情愿供职随缘，追随袁枚。袁枚也与其切磋厨艺，客观地指出其不当之处。对此，王小鱼不仅不生气，反而认为只有这样严格要求的主人，才能帮助自己提高完善厨艺。你看，有这主仆二人，随缘不成为集文化与美食于一体的综合体都难。放到今天，那就是标准的文创园区和特色小镇了。袁枚这一套操作确实玩的那叫一个溜啊，难怪能成为后世文青和吃货们的男神。这种发展思路放眼现在也是超前，非常成功的，值得好好学习。不管搞文创还是搞餐饮，找准特色，注重品质，用心经营，就没准也能像袁枚一样闯出一片天地来。在袁枚的经营下，随缘完成了一次惊人的蜕变，从一个简单的农家乐变成了一个繁华的文化 CBD。 他以文化为路，以美食为桥，将随缘打造成了一个集文化旅游和美食休闲为一体的综合体，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园林经营模式。袁枚的经营之道被后世学者评论为一种生活态度，一种人生哲学。它启示我们，理想和现实并不矛盾，文人和商人也并非对立。只要我们肯用心经营，善于把握机遇，就能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，活出精彩人生。袁枚去世后，随缘的开放性也被后代一直延续下去。从嘉庆2年到咸丰3年的60多年时间里，袁家一直居于随缘，精心维护。袁枚的后学、袁家后人的亲友，以及慕名而来的游客世人，也不断来到随缘游玩、题咏或缅怀。即便最后毁于战火，也有许多人临其遗址，遥想当年盛景。感谢您收看《涅槃说史》，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。